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蒂德利特的奇境冒险。今天是第5章了，骑士之馆。那本章呢，也需要开启一个颜色的门，并且呢，需要拿到一项关键的能力——高跳。这个能力也是本作最后一个用来解谜和开图的能力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机关好像还比较复杂，有2段。下面有一个火精灵的加强。咱们的血量现在最大值140，法力好像也是140，那最大值都应该是150的。昨天有个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，他地图完成了78%，然后去打最终 BOSS 还是怎样，人家提醒他地图的完成度不够。这个78是有点过分了吧？好像打完第5章之后呢，地图的完成度，如果你都探了的话，包括一些隐藏的地方，应该是85%左右。78，而且已经打到最后 BOSS 那里了，那肯定是差的比较多了。这个要自己排查一下。本章也有几种新类型的敌人，猛爪兽。好，这边图开完了。我走这个图主要是把左边黑暗的那个区域给开了。尸妖，这个货会召唤。这个解谜要素呢，我留着魔法弓是正确的，因为它主要是看最后下面沙袋摆动的力度。这个你如果是单发的弓的话，那你需要根据节奏射很多下，但如果你的射出量比较大，一次5发，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沙袋摆向一边，这个谜就解开了，比较省时省力。另外还有一些弓呢，我感觉有用，比如说吸血的弓，还有跟踪的弓，在一些特别的场景都可以用的，但我还是喜欢抡大剑。我走的这条路径也是自己稍稍规划了一下。这个地图的攻略呢，我有一份英文的，如果有很多小伙伴感兴趣的话，我在完结篇的时候后面会放出来的。快到存档点了吧？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图有一个位置啊，就现在这张图有个位置有一个隐藏，就在我这个图的上层，就是一个隐藏。那个隐藏呢，我要等高跳之后来拿，虽然现在也可以拿，但是高跳之后会更稳一点。这把红锤子的攻击方式也类似于这种双手剑，但是速度要更快。缺点呢，就是距离有一点近，范围一般。反正这个游戏从头轮到尾的话，我现在这把遗产之剑应该是性能比较好的双手剑了。好，下面是一个传送站了。本章的传送站应该是比较少。打了一只树妖。木魔法的话，咱们后面也会的。不行，这里飞不过去了。这个是需要切换火，只能站在平台上了。好，咱们的弓又要起作用了，你看一下，否则你就要在这儿看它摆动。这有个存档点，那是快 BOSS 战了。那之前有小伙伴提醒我说，隐身的那个魔法打 BOSS 非常好用。没错，隐身的魔法呢，在本章开始打 BOSS 就比较好用了。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套路，尤其是打这几个人形的 BOSS。在这咱们再存一下，把这个套路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需要的就是一个隐身的魔法。武器方面，其实最好还是用远程离他远一点。你就看他在那儿忙活，和你的影分身打架。好，我把这个手里剑切出来了。后面咱们会捡到一个更强力的。
可以了，这样这个 BOSS 呢就砍你的分身，你就在这输出它就完事儿了。这个 AI 啊，如果后面有版本更新的话，我估计会换一下。这个魔法有点 bug 了。好，这就打完。我们好像1分钟都没用上啊。比较可惜的一点是，它这把剑啊，虽然它插在地上了，但是咱们不能用。这把剑一看就好用啊，很有气势。但是在交代剧情的时候，咱们这个分身站在那儿，咱们动不了，所以说这个魔法值还在不断的往下降。这个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魔法呢，它本身是一个持续掉魔的魔法。好，这就是高跳。高跳的话，特点有2个。那首先就是2段跳可以上升的非常高了。第2个特点呢，就是它在转圈的时候是有攻击判定的。这个攻击判定大概相当于普通的大剑攻击的40%左右，而且是一个多段，其实还可以。有什么可卖的吗？这个魔晶石呢，是这样。如果你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你想用魔法来堆它的话，最好还是要买点这个魔晶石的。那其他的武器也就算了，没什么可买的了。咱们继续出发了，因为拿到了高跳，所以说好，有一些地方就可以去了。这边呢是一个紫色的门，咱们先把它探开。蜘蛛哦，这个蜘蛛看起来血非常的厚啊，后面我也会打一只的，前面先不理它了。看起来应该从左边走，因为左边这个是一个顺时针的，和这个墙壁的曲线比较贴合。然后再走这边。铲过去，像这种解谜都好办啊。后边有一个稍难一点，这个暗精灵没挂。对，因为这个世界呢，它和生死是没有关系的。之前我也提过，能做一款外传性质的作品或者怎样呢？你就完全可以让它平行时空啊，量子力学，或者是做梦，或者记忆当中的世界，就这么几个套路吧。好，我这把弓箭实在是太好用了。可惜单发剑的攻击力稍低啊，不然用它来近身打 BOSS 的话，简直了。BOSS 的游戏体验就极差了。下来再切一下啊，这个地方有一点恶心，出剑杀。这得反应多快啊！如果你提前不知道的话。好，飘过来。级别现在是29。之前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，表示他练了一下级，发现练级没什么大用。练级的话，每级大概涨0.3的攻击力和防御力，这个在人物的属性表里边能看见，每级0.3，所以说用处真的不大。而且呢，本作的血量最大值和法力最大值和级别还没关系，你必须找到强化道具。所以说练级的话，还是算了吧。打到最终 BOSS， 我估计也就40级左右，40级出头吧。这个项目让我想起了恶魔城系列的红骷髅。我没有验证是否可以用它反复刷经验，如果可以反复刷经验就爽。好，咱们绕了一圈回来了，看地图的左下角，我正在补完这个地图。这个货光无效，这个很诡异啊！一个骷髅光无效，
一般暗无效我可以接受啊，它光无效。结果我要用暗魔法来打它，这个有点反常识了，有点。这把大剑我赶路的时候还要轮上1张啊。好，那有一个存档点，我去存一下，然后呢，咱们去拿那个解谜了。本章这个解谜它是一个隐藏，难度有一些吧，但是我想到了一个策略，应该还有更简单的。欢迎大家留言啊，开一下脑洞。哎，我怎么一个滑铲又铲回来了？我怕掉下去啊，又掰了一下方向。好的，往这儿走，这个地方还比较长。一个高跳过来切，切完了再切，往前移动，过去之后接着切，然后按住跳不松手飘起来。好，这是一个法力最大值。那这样咱们的强化道具都拿完了，回来也是一样。走你。这个手要快一点，就是。把这个地图也开了，这个地图是可以从上面那个地图掉下来的。你如果掉下来，直接就砸到那个宝箱怪上。大蜘蛛。后面应该还有，打后面的吧。哦，看来必须从下面过去啊。哇，这如果我直接走下去，就直接踩在刀刃上了呗。看，就是从这儿啊掉下去就踩到那个宝箱怪。这个地方必须用高跳。游戏我感觉还可以再扩充内容，但是它在第6章就收尾。再扩充内容的话，你完全可以加入什么飞行啊、雾化呀等等，是吧？这个就更像月下了。这只蜘蛛可以打一打，打一只。我感觉进入游戏后半段之后，我很少出东西了。那有小伙伴提醒我，好像后边能打出死神镰刀，这个看运气吧，我也不会刻意的去刷东西的。好的 ，BOSS 战，咱们再把这个隐身掏出来，手里剑掏出来，亚修拉姆。这个 BOSS 同样是2段啊，已经第5章了，是一个2段。好，我把分身放出去了。这招呢是风属性啊，一会儿他还会放一个火属性，放了一个束缚你的技能。这个家伙还会突进、远程，技能真的挺丰富的哦。全屏 AOE， 呵呵，这是放大了。你看他的血量不多了，他还有一个2形态，2形态用这个打法也不难。好的，哦，30级了，30级感觉30级的经验也长满了，因为屏幕左上角那个30呢，颜色染满了。好的，2形态。形态丧尸化了。好，他突东西的时候呢，离他稍微远一点，因为下面他要放电，而且呢，这东西后坐力比较大，容易退回来的时候打到你。最后没血之前呢，它会雾化。雾化呢，咱们就在屏幕边缘跳跃就可以了，不要太贴边，也不要在中间。在中间的话，它不给你跳跃的空间了。这样大概用了15分钟，本章的主线部分就打完了。后面呢，咱们要去开一个门。
开完门之后去拿隐藏。这个精灵消失了，不一定啊，后面应该还会再出现。还是切回遗产之剑了。赶路的时候我就是遗产之剑，然后配合光精灵。光精灵的话，它就是跟踪，我感觉性能比较好用吧。前面开个门，这有一把弓，生命之弓。那这把弓呢，就是吸血的。好，出口呢，去下一张的出口在咱们现在这张图的下方。咱们打开小地图的话能看见，但是去之前呢，咱们要去收集一下东西。开一下地图，先找传送点。看见了，左下角已经看见了，黄色的就是，蓝的呢是存档点。游戏最后一个隐藏是在屏幕的右下角，是下一张才能打开的门。这里有高跳才能跳上来，非常的高。好，这是一个火的精灵王的魔法，给大家演示一下吧。有很多魔法呢，捡到之后我可能就不再用了。打 BOSS 都是生撸啊！这个怪又用脑后勺攻击他，对吧？上一期有人吐槽这个。你吐槽我就成功了啊，多了一条弹幕。好，继续，在这里还会再拿一个魔法，应该还会有一个武器的。你看我用到了这个跳跃的旋转攻击，这真是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啊。刚刚那里有一个门，但那个门呢不用完全打开啊，因为地图的两侧的房间你都能够走过。那之前理论上我觉得应该是开门之后再拿这个，但是咱们有高跳呢，可以提前拿，是一个木精灵的魔法。还差一个了。这里切火吧，因为木乃伊的话是风无效的。然后呢，这个蝎子还有火弱点。这个龙是火无效啊，必须用风属性打。那儿有一扇紫颜色的门，就是它了。它里边应该是整个游戏最好用的一个远程攻击道具。哎，这货跳上来差点没扑到我。好，捡到了，是一个环刃，就是加强版的手里剑吧，大家可以这样理解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蒂德利特的奇境冒险第5章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下一期是最终期，大家不要错过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